魏婴一时没缓过神，噩梦的全口逃生加上现实的卡气，对于一个小奶娃娃来说，有些过于惊险了。要是这个奶娃娃是魏无羡，此刻也只是手脚冰凉无力地趴在蓝忘机肩上，呆呆愣愣的，脑海中乱七八糟，一会儿是爹娘的笑，一会儿是滴着恶臭唾液的狗嘴和衣服上大片的血迹。蓝忘机久久不见小魏婴回响，慌乱地把人放在床上。小魏婴不哭不闹，乖乖坐好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视线却涣散的对不上，小脸褪了血色，白白的像个瓷娃娃。蓝忘机半跪在榻边，手一下下摩挲着小魏婴的后背，轻声哄着不怕不怕。犹豫片刻，终于还是定了心思，将小魏婴搂在怀里。阿婴不怕。一句阿婴如定海神针一般，将小魏婴的三魂六魄牢牢定在了躯壳之中。小魏婴动了动，眨巴眨巴酸涩的眼睛，抬头，哥哥，原本软糯的奶音变得有些沙哑，大眼睛重新聚焦了，盯着蓝忘机看了半晌，忽然小身子颤抖起来，扑进蓝忘机怀里。他混混将将，分不清噩梦和现实，爹娘丢了，他一边讨饭一边寻爹娘，白天讨饭，晚上随便找个破庙草棚住，夜间尽是光怪陆离的梦境。爹娘睁大眼睛躺在血泊中，滴着血的剑尖从娘胸口贯穿，尖利的犬牙在身上留下血洞，而一觉醒来，自己躺在冰冷的青石上，身后破败的佛像自顾不暇，没有闲情逸致来度他，他还是要爬起来讨饭，和狗抢食，也不知哪次运气不好没逃掉，会被狠狠咬一顿。噩梦醒来还是噩梦，但这次不同了，醒来后不是冰冷的空气和青石板，也不是歪着的佛像。恍惚中有人把他抱在怀里，一声声让他别怕，抱着他的人动作很温柔，一下一下抚着他的后心，很暖和。那人唤他阿婴，不知为何他有些绷不住了。小魏婴默默在心里念叨，不可以给哥哥添麻烦，不可以那么任性。可当他的眼前恢复清明时，看到那双漂亮的琉璃一样的眼睛时，就再也忍不住了。所有的委屈，埋在心底的恐惧，如洪水决堤。好久没有了，噩梦醒来，有人守在一旁。哥哥，呜呜，小魏婴扑在蓝忘机怀里，哭得稀里哗啦。蓝忘机不知所措，心里抽痛，又怕他再次哭背过气去，只得将小团子轻轻搂住，抱在怀里。可到底是见不得那柔软的一小团在他怀里瑟瑟发抖。意外情况，意外对待，少年纠结得很，怀中人是心上人，他正在哭，怎么办？手下就是小魏婴软软的身体，隔着薄薄的布料就能触及的体温，他们之间的距离如此之近。那小团子的小短手还环在自己腰间，紧紧地搂着。蓝忘机不由得有些担心那胳膊上的伤口，复杂得很。即是心疼这颤抖的小人的同时，少年心底悄悄地产生了些许甜蜜。魏婴做噩梦了，扑在他怀里哭，他正在被魏婴依靠，被他需要，对吗？小魏婴对他毫无戒备，甚至有着依赖。他是否有资格参与魏婴的喜怒哀乐？他是否能为他分担苦楚？他可不可以得寸进尺，奢求那人的目光多停留在自己身上片刻？小团子丝毫不知少年复杂的心思，哭了一会儿，方才那股委屈劲儿倒是被自己一哭给发泄出去不少，眼下抽抽搭搭间，小脑袋瓜子就像被踹了一脚的毛驴，活跃的几乎混乱。他方才想也没想，遵从幼子的本能寻求安慰，却不曾想自己是否打扰了哥哥休息，还大哭大闹，眼泪糊了哥哥衣服。明明原本在破庙里度夜时也会做这种梦，本已经习以为常，这次却蓝忘机怀中的团子默默松开抓着蓝忘机的手，小爪子抹了抹眼泪，屁股挪了挪，似乎想从蓝忘机怀里下去。蓝忘机生怕摔到他，轻手轻脚地把人放回榻上，看着小魏婴哭得通红的桃花眼，又是一阵喉咙发苦。哥哥。小团子止了泪水，仍控制不住地抽搭着，小脑袋垂着，眼睛都不敢看蓝忘机。自己果然是个麻烦精，打扰哥哥休息，还又弄脏了哥哥的衣服。做梦而已，早就习惯了，还任性的哭闹。做噩梦了。蓝忘机轻轻拭去团子脸上的泪珠，手扶着小魏婴额后背，时不时轻轻拍拍给他顺气，手法熟练了不少，总归不再僵硬着手臂了。
小团子似乎想说什么，又不知该如何说，绷着小脸蛋憋了半天才道：“哥哥，我什么时候回夷陵啊？”蓝忘机怎么也没想到小魏婴竟然会问这个，心底漏了一拍，回忆翻滚着，铺天盖地的卷进脑海。江城，还好是江叔叔把我捡回江家，要不然我误打误撞进了蓝家，可就倒大霉了。哼，也就我家不嫌弃你，换了蓝家，天天抄家规办你。何止啊！魏兄，你是忘了蓝家的草根树皮汤吗？那玩意儿是人吃的吗？对对对，还有那个蓝家二公子蓝忘机，我娘还天天说他如何如何好呢。我可不想进蓝家，天天看那张比冰还冷的脸。他记得，少年似乎是极其不喜欢云深的，所以自己是强迫了他吗？他爱的那人，天生属于自由的天地，而非小小一隅。他自是希望与之亲近，却也见不得那人有一丝的不快。只是小魏婴哪知蓝忘机在想什么，见他抿着唇一言不发，面色不愉，心知自己又说错话了。可小孩子到底不是蓝曦臣，哪知蓝忘机在想什么，忐忑地试探着，回夷陵前我可以把衣服洗干净的。连蓝忘机面色更加阴郁了几分，小魏婴慌忙补充道：“真的，哥哥，阿英会洗衣服的，阿英帮婆婆洗过衣服的。”过于激动，小脸涨得有了几分血色，手不安地抓着蓝忘机的衣摆，注意到蓝忘机垂下的目光，方才觉得自己逾矩，松开手，看见那柔软的布料上的褶皱，又是一阵懊悔。魏婴，蓝忘机看着局促不安的小团子，小团子似乎极其忐忑，眼眶红红的，又泪汪汪的了，不知是不是小孩子的正常生理反应，这几天大概也没休息好，幼儿看上去柔软的唇瓣泛着白，却生生被他自己咬出了几分血色，毛茸茸的头发乱翘着，不及膝高的小团子，奶声奶气，力气恐怕连把蓝忘机的衣袍拎起来抖都做不到，却满脸认真说要洗衣。蓝忘机忽然明白了，未尝过草根树皮的小团子哪里会不喜欢柔软的床铺和温暖的屋子，而是自愿去风餐露宿，流落街头，不过是不想给人添麻烦罢了。流浪的日子将不劳烦他人的思想刻在了魏无羡的骨子里，根深蒂固。原本可以不是这样的，原本他可以如其他幼童一般依偎在父母怀里撒娇，原本他不必在这个年纪就明白世道艰险，生者不易兴好医的道理。可偏偏蓝忘机无从想象，这么丁点大的奶娃娃是如何在乱象漏缸生存下来的。太小了，轻微的风寒都有可能要了他的命星号2。可就是这么小的孩子，满脑子都是不给别人添麻烦。